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呢集睇啲大陸新聞啦。咁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啦，大陸好想吸引外資入翻嚟嘅，但係嚟到而家今時今日咧，竟然喺今年嘅第三季啊，外資喺中國嘅直接投資係出現負值喎，係乜嘢原因？點解負值有負幾多呢？咁仲有另一個報道呢，就係講緊係中國嘅地方財政啦，有地方政府啊，因為有好多違法嘅融資，係新增咗好多隱形嘅債務啊，而呢一類嘅隱形債務呢，係會令到佢哋百上加斤啊！今日睇呢兩個新聞啊，咁首先就睇咗外資先啦。咁根據日本經濟新聞路透社嘅報導啊，就話由於擔憂圍繞半導體嘅美中對抗形勢加劇，同埋中國就加強查處間諜、抑制投資呢類情況，外資企業而家進一步縮減喺中國嘅投資啦。而根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喺3號所公布嘅第三季國際收支統計，外資第三季直接投資總額係負118億嘅美金啊，係1998年建立統計以嚟第一次喺中國嘅外資咧出現負值啊！外資直接投資咧就係指外國企業為咗獲得利益喺中國所作出嘅經濟投資啦，亦即係衡量外商對當地直接投資嘅指標。個數字越大，就代表外資嘅新投資係大過資金撤出。如果係負值，咁好容易理解啦，就即係話而家中國走資係多過新增投資，而根據分析啊，呢個數字係顯示表明外商嘅資金喺中國流出去到海外啦，而撤資同業務縮減高於新投資。咁佢哋報道啊分析啦，呢啲咁樣嘅情況咧，最主要原因就係美中個關係惡化，同埋半導體等等嘅高科技領域圍堵加強啊。而美國企業對中國嘅投資亦都有可能再進一步減少。咁有一項咧，由中國美國商會喺舊年秋季進行嘅調查顯示啊，有66% 嘅會員企業將中美關係緊張列咗做中國市場嘅商業風險啊。另一方面啦，中國日本商會喺9月就針對會員企業所做嘅調查顯示，有近50%嘅會員表示2023年係唔會投資，或者係比2022年更加減少投資。照咁嘅形勢呢，而家走資都唔係一時三刻嘅喎。如果咁樣走開有條癮，咁點算啊？第四季會唔會走得更加多呢？而根據報道所講話中國7月實施嘅全新反間諜法，令到啲外商好擔憂，話當間諜行為認定嘅範圍擴大，風險亦都會隨之提高啦。咁但係如果冇做間諜行為嘅話，應該就唔使驚呢樣嘢㗎，係咪啊？咁但係最近呢，中國就提出咗一樣嘢，就係放寬製造業嘅外資管制。咁呢一點呢，佢就係想進一步對外開放啦，係想防止呢啲外資撤離中國。咁但係呢一招奏唔奏效呢，就真係要睇一睇未來2-3年會係點樣啦。因為佢哋撤資呢，我哋係唔會即時睇到個影響係去到邊嘅，係會延後個影響力。就譬如多咗工廠唔做啊，難揾咗工啊咁之類嘅嘢啦。因為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外資入到中國呢，就唔會咁容易走嘅，因為佢哋係有一定嘅計劃喺度，係預計你經濟3年5年10年佢哋要做到乜嘢目標噶嘛。咁一個10幾億人嘅市場，如果都咁樣選擇退出嘅話，咁可能就變咗唔會咁容易睇好一段中長期時間咯。講緊中長期可能係5年10年咁樣，因為如果係經濟調整2年3年甚至4年，佢都可以等噶。咁只要長期向好啦，佢哋係蝕得起嘅。講緊嗰啲跨國大企業啊，但係如果連呢啲都開始撤資或者產能轉移呢，咁得幾個點就係上面講啦，中美關係惡化，
然後係有收利稅，唔係有收利稅，所以有部分嘅產能要轉去一啲呢唔會點收稅嘅地方，然後賣去外國啦。咁另外再睇多個新聞啦，就係地方政府嗰一啲嘅所謂違法新增嘅隱形債務係啲乜嘢呢？咁原來大陸嘅財政部就喺佢嘅網站發布咗2022年查處嘅8單關於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問題嘅典型案例啊，就顯示到好多嘅地方政府明知違法仍然要求當地國企或者銀行墊資，就顯示到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啦。就算水利等等嘅建設支出，亦都係要做呢啲違法融資啊。大陸財政部公布呢8個典型案例個目的，就係想俾個警告呢一批地方官員啦。但係我哋喺入邊都可以睇到地方債務問題係嚴重㗎，一個城市嘅違法墊資規模就可以去到成100億人民幣啊！喺佢呢堆案例入邊呢，湖北省部分地區要求3間省屬嘅國有企業承擔土地整理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等等嘅城市綜合開發業務，由2018年8月去到2021年6月尾啊，係形成新型隱性債務人民幣214億。咁啊，廣西柳州市就要求多間嘅國有企業就墊資建設本來應該係由財政預算安排嘅土地項目，新增隱性債務啊。然後咧喺2018年到2021年嘅6月尾，隱性債務176億。陝西省亦都係透過呢啲國有企業舉債融資，起一個西安國際會議中心，新增隱性債務26億。其實佢啲案例大多數都係咁樣啦，用國有企業去融資，融完之後呢，就起自己嘅基礎建設啦。而除咗地方官員、國企高層被問責之外，提供資金嘅銀行同樣受到處分啊！喺中國財政部通報嘅案例入邊，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陝西省分行係被指責違法違規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資同相關服務，就話佢哋嘅貸款啊用咗落西安市河湖水系保護治理項目支出，貸款餘額形成新增隱性債務12.76億啊！就連係水利項目啊都要用呢啲咁嘅方法去籌錢啊！咁其實之前亦都有同大家講過，大陸方面呢，而家係傳緊有意思，除咗整頓房企之外，就係要整頓埋呢啲銀行啊！即係銀行咧就話佢亂咁貸款出去啊！咁你見到最近係有唔少銀行嘅高層係落馬，而呢個地方債咧，由於今年中國經濟比較差，財政收入有下跌嘅情況之下咧，所以係特別得到重視啊！而其實中央政治局喺7月24號召開會議就提到啦，係要有效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制定實施到嘅一籃子化債方案。而10月底所召開嘅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就提出，要建立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咁即係話最近所召開嘅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呢，已經係將好多中國嚟緊有好大機會會爆嘅問題全部點晒出嚟㗎啦，包括房地產啦、咁銀行啦、地方債啦，每一樣嘢可能都會成為今年嘅重點啊！哇，咁睇嘅話，呢啲計時炸彈個數量都幾多喎，要全部解決晒佢都唔係咁容易啊！而根據界面新聞嘅報導啊，北京福盛德信息諮詢有限公司嘅首席經濟學家馮建林就解讀啊，由近期發行嘅特別國債轉移支付俾地方政府呢一點嚟睇咧，呢方面嘅趨勢係中央政府增加債務，但係由於地方隱性負債規模太大啊，中央政府嘅主要工作仍然係嚴控地方政府嘅隱形債務新增。整體嚟講，就係話債務向更高層去做一個集中，咁即係話之前新增嘅國債呢，其實就係用嚟掃冚數嘅，只不過係將地方債務拱咗上去啫，成件事就冇乜分別嘅。咁其實頭先所講嘅隱性債務啊，只不過係地方債務嘅其中一個風險嚟嘅咋。根據財新網嘅報導啊，呢一個地方債務係有6大風險㗎。第一就係法定債務。
第二先至係隱性債務啊，第三咧就係拖欠工程款，第四啦就係一啲地方財政直接叫商業銀行墊資呢一樣嘢，法律係唔允許嘅。如果唔係收支矛盾到一個頂唔順嘅地步，地方政府係唔敢咁樣做噶。第五啦，剛性支出就真係話日常保障民生、保障工資同保證地方政府運轉嘅錢，呢啲剛性支出，實際上咧亦都係一個負債嚟噶。咁第六點啦，就係過去3年抗疫所形成嘅欠款啊，呢啲欠款有部分可能核酸啦，有部分就係醫院啦，甚至隔離、方艙。方方面面都係咁樣嘅費用嚟嘅，咁所以地方債務嘅問題都應該幾嚴重噶。借新還舊呢個方法只不過係叫做可以解到一時之急，長遠嚟講其實都要諗一個辦法去化解債務，咁樣先至會比較健康咯。好啦，咁今集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講呢？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